在公元3世纪的地中海沿岸，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帕米拉的古国。帕米拉有一位芝诺比亚女王，直到今天，这位芝诺比亚女王仍被视作叙利亚民族主义的象征。芝诺比亚领导下的帕米拉帝国在公元270年入侵罗马，将罗马东部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随后呢又吞并了埃及。从黑海到尼罗河的大片土地，从此就都成了帕米拉的领土。但是不久后呢，罗马皇帝奥勒良成功收复失地，围困了帕米拉的首都，打败了芝诺比亚的军队。随着情况恶化，芝诺比亚逃出都城，一路向东，准备找波斯人寻求帮助。在幼发拉底河附近，芝诺比亚被罗马人俘虏，帕米拉帝国呢从此也就灭亡了。帕米拉又被翻译成帕尔米拉或者巴尔米拉。帕米拉城的位置在今天叙利亚的中部，曾经是穿越叙利亚沙漠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现存最早的关税记录就保留在帕米拉遗址。当初的关税被刻在海关墙的石头上，记载着对进出边境的奴隶、货物、羊毛、香油、食物等等货物的关税比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商品类别设置不同的关税税率。那么现如今，中美贸易战正在不断升级。中国呢退回了从美国订购的波音飞机，作为对美国关税的最新报复。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已经软化了对中国的立场，声称已经将关税大幅下调。其实在美国历史上这个高关税一直是保障财政收入的一个传统，贸易战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美国通过抬高关税，早就已经和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有过关税战争的经历。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汽车、家电，有的时候是为了糖块、茶叶，甚至还因为鸡肉发生过贸易争端。从殖民地到现如今，大概300年的时间里光是构成一定规模的关税战就打了不下7、8次。这里边有哪些有趣的历史？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一提到殖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皱起眉头。受早期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人对历史课本里描述的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充满愤恨之情，连带着这个殖民殖民者、殖民主义都成了贬义词。实际上呢，这个事儿要分开来看。殖民主义是要反对的，因为带有一定程度的侵略行为。但是殖民和殖民者本质上是人们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家园。欧洲人曾经四处殖民，中国古代的华人也曾大量前往东南亚讨生活，活着都不容易，没必要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那么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以后，欧洲就掀起了殖民潮。最早吃到这波红利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比后来的人们要幸运得多，起码从印第安人那里抢到了一些金银。到17世纪中期前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渐渐成了经济最为发达的美洲殖民地。那么说，为什么他们这块地儿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因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管得最少。想当初英国把这帮人打包快递发货到北美，本来呢就抱着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态度，因此英国国王既没有能力又不好意思向殖民地人民提出太多税收和服务的要求。为了鼓励更多不安定因素前往北美，英国甚至出台了一系列的极其优惠政策，比如农副产品进出口免税，比如按照契约种几年地就可以获得土地，也基本不用负担国防行政方面的费用。每个州一般就1名总督，几个官吏，外加少量警察，公务员是少之又少。这些政策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有动力改良土地质量。在北美的商人也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同样是经商，在英国本土就要依法纳税，到了北美就不用缴税。为什么这么区别对待呢？因为北美这块地儿已经自治到几乎不向英国政府缴税的程度。和英国本土相比北美殖民地的人们所需要缴的税仅仅是英国本土居民的2%。即便是这份税钱，也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英国本土财政是分文不取，全部被用于北美殖民地的建设和防务。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北美殖民者属实是大英帝国待遇最好的海外居民。但是好景不长，法国人在北美洲中部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者想要向西寻找更大面积的土地，这两拨人呢，因为争着和印第安人做皮毛生意等等原因，
产生矛盾，英法两国随之打了一场围绕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结果呢是法国人输了，英国人赢了。可是赢了以后的局势走向啊并不乐观。对于北美的英国人来说，战争过后他们获得了西部大量土地，贸易线路畅通自由，赚的是盆满钵满。可是本土的英国人付出了人力物力巨大的战争代价，欠了一屁股债，赢得了面子，实际上呢没捞到任何好处。一些人呢就开始嘀咕说，难道就不能让北美那帮乡巴佬合情合理的承担一些国家债务吗？于是在打败了法国人以后，有了砍向北美殖民者的第一刀。英国政府啊宣布禁止向西部继续移民，等我们规划好了土地，制定好了政策以后，再让广大人民群众去享受胜利果实。但是北美的商人们说呢，说快玩去吧，这就是个阴谋。鲍运生此起彼伏还没消停，紧接着又来了一刀。为了尽快填补打仗欠下的饥荒，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蜜糖法，要求对输入殖民地的蜜糖和糖块征税。说为什么先对蜜糖进行征税呢？这个事儿和当时的人们生活习惯有关。18世纪的北美人和欧洲人都喜欢喝酒，没事就整两口。在新大陆呢，朗姆酒是特别受欢迎的酒品。酿造朗姆酒必须要用到蜜糖作为原料。那么蜜糖都跟哪儿呢？距离北美比较近的主要有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属西印度群岛。英属的蔗糖产量低，价格高；法属的呢，价格合理，量大，管饱。北美的商人于是都愿意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蜜糖。站在商人的角度，这样做啊合情合理。可是法国是敌国呀，仇恨怎么能说忘就忘呢？于是英国的种植园主们开始撺掇起来，一起找英国议会，希望青天大老爷给他们做主。一番声泪俱下，大唱爱国主义赞歌之后，就出来了蜜糖法。这个法案啊看似很讲道理，因为在这之前啊就已经有针对蜜糖征税。那时候的税率呢是每加仑蜜糖收税6便士。北美的商人们觉得这个税重，纷纷逃税。新的法案推出以后，这个税率也下调到了每加仑3便士。政府号召人们不要逃税，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为了把税收落到实处，英王派出大量的征收官员前往北美，规定不能从别国进口蜜糖，来回运输必须租用英国船只，而且这个船长还得是英国人。按理说3便士的税率在当时并不高，关键不是钱多钱少，而是这个事儿让北美的人们感觉不公平。这个北美13州啊，在当时就像是刚刚搬出去单过的小年轻一样，朝气蓬勃，充满机会，可是呢却又处处受到制约。英国就像是这小年轻的老妈，挑剔古板，3天2头还要来收赡养费。蜜糖法之后，又有1765年的印花税，1767年的汤森法案。于是呢，一场史上最贵的茶艺表演——波士顿清茶事件就此拉开序幕。说这个赋税啊，就好比一杯苦酒，让北美殖民者难以下咽。他们很快呢想到了一个反击的策略，什么策略呢？抵制茶叶。本来是蜜糖争端，怎么又扯到茶叶上去了呢？这是因为1767年的汤森法，提出这项法令的人叫查理汤森，所以呢就用他的名字命了名。汤森法规定，对输入到殖民地的什么玻璃、颜料、纸张、茶叶等等，通通都要缴税，一时激起千层浪。汤森法很快遭到殖民地的激烈反对，并且逐渐朝着暴力对抗发展，直接导致了1770年的波士顿惨案。9名英国士兵向数百名群众开枪，最终呢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结果。英国议会啊不得已在1773年修正法案，改为只对茶叶征税，其他全部免除。说你直接全部免除不行吗？英国议会表示说不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着从清朝到英国进口茶叶的业务，东印度公司对于英国的税收可以说是至关重要。这个茶叶税呢就这样被单独保留了下来。那么北美这边的出口业务也很大，比如说朗姆酒就是当时出口到欧洲的重要商品。英国议会啊天真的以为北美那帮人主要反对的是从北美输出的商品征税，对于输入商品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反感，东西贵了你不买不就结了吗？可是茶叶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来上一杯加糖加奶的红茶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个茶叶甚至比朗姆酒还要带劲儿。无论是茶叶还是糖块，都已经在北美形成巨大需求。现在突然要对输入到北美的茶叶收税，表面上是对东印度公司征税，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东印度公司垄断着所有茶叶业务，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税钱已经强加在了茶叶的售价里边，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每喝一口茶都是在为母国输血缴税，都是大英国民，那么凭什么生活在英国本土的就被免税，生活在北美就要额外掏钱呢？这个太不公平了，必须集体抵制。可是缺少了甜丝丝的热茶，生活又好像变得寡淡无味，没有乐趣，怎么办呢？这家卖的贵，从另一家买就好了。巧了，荷兰人也开了一家东印度公司，更巧的是呢，这家公司也出售茶叶，更巧的是这家茶叶不加税，物美价廉，服务态度又好。从荷兰人那里走私茶叶就和从法国人那里走私蜜糖一样容易。北美的人们就这样不受影响，一边享受着加糖的红茶，一边继续酿造朗姆酒出口赚钱。走私业务把英国东印度公司挤兑的是憋气又窝火，从中国高价买来成批的茶叶，就这样呢，陆续堆满了沿海的码头，然后慢慢发霉变质，无人问津。这笔买卖可是亏到姥姥家去了。英王和英国议会表示说，这是赤裸裸的背叛，是臭不要脸。也不知道是谁给支了个招，这个议会一咬牙一跺脚，开始倒过来补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那么北美的人们呢，说这难道就是乌鸦反哺吗？好像这个逻辑有点混乱。英国人可不管这一套，让出口到北美的茶叶以低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价格出售。那么走私贩子的走私茶已经卖到了每磅2000令一便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呢，在补贴以后直接卖到2000令。这场价格战激怒了北美的走私贩子，用政府行为以高打低，这完全是要置这些走私企业于死地的打法。在北美商人的鼓励下，或者说是在英国议会的倒行逆施下，殖民地反抗茶税的运动愈演愈烈。说1773年11月开始，有3艘满载着茶叶的英国商船开进了波士顿港，当地的人们呢，开始有组织的集会，茶叶想要上岸是门都没有。当时的总督哈钦森也是个狠角色，规定这个商船你不卸货就不准离港。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在12月16日寒流来袭的夜晚，月黑风高之际，100来号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带着铁锤斧头冲向码头。他们登上货船，分工明确，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把342箱茶叶全部倒进了冰冷的海里。一时之间这个茶叶是漫天飞舞，茶渣在海面上飞溅，连海鸟都惊呆了。远远看去，整个波士顿港的水面都被染成了棕绿色。有趣的是呢，这伙人还相当有公德心，只破坏茶叶，船上零星有其他货物全都原封不动。有个哥们儿偷拿茶叶塞进自己的口袋，立刻被扒光丢下了船。隔天人们发现有的地方漂浮的那个茶叶渣厚达半米。当地人呢开玩笑说，这是可以让整片海变成红茶的分量。消息传回英国，议会老爷们气到下午茶都不喝了，很快以一系列不可容忍法令作为回应，关闭波士顿港，并且加强军队驻扎。英国希望通过强制法令可以隔离激进分子，结果呢，完美示范了什么叫火上浇油。越是打压殖民地的人们呢，越是团结，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年后，各殖民地的定居者组成了第1届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成立了大陆协会。这回呢，不光是茶叶，所有的英国商品都遭到了抵制。殖民者开始组织自主的民兵武装，美国革命正式开始。又过了2年，1776年7月，通过独立宣言，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彻底爆发。到1783年9月3日，独立战争以英国战败议和为结局，美国成了美洲第1个独立的国家。说这个美国独立了，可是呢，该交的税还得交，只是名目发生了变化。因为如果没有民众的税收呢，这个一个国家就难以运转。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刚刚建立起来，就欠了一屁股饥荒，和英国人的战争打了好几年，国家总共欠下7700万美元的债务。听上去好像不多，您别忘了，
那是在18世纪。这些债务当中，有1200万是欠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有2000万是国家欠各个州的，剩下的全是欠普通美国民众的。民众手中的债券情况比较复杂，许多人已经等不及这个政府还钱，把债券卖给了投机商人。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把一纸财政部长的委任状交到了汉密尔顿的手中。汉密尔顿，美国财政学家、军事将领、开国元勋、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为了偿还债务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以票面价值偿还所欠债务，不管是掌握在普通民众手中的，还是在投机商人手中的，用咱们的话来理解，这叫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们认为只有足额清偿债务，这个政府才能树立在老百姓心中的信誉。老是想方设法抠着挖着坑自己国民的钱，纯属是臭不要脸的行为。但是以国务卿杰斐逊为首的另一拨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能就这样让投机的人轻松获利。更重要的是，杰斐逊看到这么个偿还计划会助长联邦政府的权力，对各个州和民众会构成威胁，双方你来我往，最终选择各退一步。杰斐逊同意汉密尔顿成立中央银行，凭借政府信用发行纸币清偿债务。汉密尔顿放弃了把首都设在纽约的这么个提议，同意把首都建在更靠近南方的华盛顿。光有银行是不行的，政府要长期良性运转，稳定税收是必须的。各个国家都有关税，汉密尔顿提出美利坚合众国也要征收关税。关税是一把双刃剑，征收关税就不可避免要和别的国家打贸易战。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农业国家，打贸易战就会伤害到南方农场主、种植园主们的利益。但是你不收关税，政府就没有稳定收入。除了关税，汉密尔顿还瞄准了一种叫做威士忌的新型酒品，并且推动国会通过了有关决议，开始对谷物类酒品征收联邦税。这项税收同样引起了很多争议和骚乱。农民们把这个剩余的粮食酿成了酒，再把酒卖掉赚钱。可是突然政府说，从今往后我们也要分一杯羹。人们表示反对，并且经常拒缴税金。总统华盛顿派人去收税也不好使。新上任的那个税官被人涂上柏油，插上羽毛，游街示众。农民们的不满渐渐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华盛顿告诉抗议者，有问题找法院。农民们说不行，有问题直接干。抗税运动渐渐就演变成了武装暴动，联邦政府的权威性受到全面挑战。这个时候，汉密尔顿建议华盛顿派兵武力镇压。那么华盛顿则是点齐15000人马，亲自前往镇压暴动。平叛的过程中死了几个人，所幸的是这个事态没有扩大，最终双方以和平谈判收场，联邦政府的权威得以保全，税收通过武力也得到了保障。这个战争往往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台面上的，一个是台面下的。对于为什么爆发冲突，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双方各执一词。那么北边的人们说，我们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特别是要解放南方广大的黑人奴隶。而南边的人们则是针锋相对，说美国宪法并没有废除奴隶制的相关条款，北方道德绑架了南方，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些理由一直流传下来。现如今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台面下面没有被大肆宣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关税，一个让美国陷入4年内战的真正原因。关税说白了就是把国门关上，凡是要进来的货物通通都得交税。美国在建国初期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制造业并不发达。当英军的这个威胁远去之后美国的制造业才开始起步。尽管涌现出了一批工厂，但是和欧洲各国相比，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高，价格高，没有竞争能力。那么怎么样保护并扶持这些民族产业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征收保护性关税，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抬高他们的价格，让他们没法跟本土产品相抗衡。在19世纪美国的关税经历了2次高峰。1830年代平均关税税率达到50%以上
1870年代的第二次高峰，关税也超过了40%。新兴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方，国会呢同样由北方代表把持，于是这个关税开始节节攀升。北方人自然是欣喜若狂，因为自家生产的器物更具价格优势，利润倍增。而南方人不乐意了，因为关税战不只是单向出招，美国这边提高关税势必会招来欧洲的报复。这种对抗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的出口商品在欧洲市场会被额外课税。那么当年美国出口的主力是什么呢？是南方生产的农产品，比如烟草和棉花。英伦绅士们喜欢美国的烟草，全欧洲的工厂几乎都采购美国棉花。关税战的结果是北方获利，南方受挫。这样的关税显然极不公平，南卡罗来纳州反应最是激烈，他们宣布关税法案在州内无效，并且开始筹备军费，整备兵马。这还哪里是对关税政策不满，这分明是要另立中央。1832年，当时的杰克逊总统下令调遣8艘战舰，封锁南卡海港，动用武力强迫各州就范。在炮舰面前，南方呢被迫让步，只能眼见自家的棉花烟草在欧洲折戟沉沙。南方呢也曾试图通过议会进行争取，并且一度在1846年见到曙光。支持南方的总统通过新的关税制度，把关税从 24% 降到了 15%。 关税下调了，可是政府税收反而增加了。南北战争之前1845年关税最高，美国的关税收入是2750万美元。1855年关税率降到了 20%， 收入却翻升到了5300万。到1860年关税降到 15%， 收入仍维持在5320万。这主要是因为关税下降刺激了双边贸易，无论是南方农场主还是美国政府都是美好的。可是对于生产工业品的北方人来说，却是晴天霹雳般的不公平。降税以后啊，欧洲的工业品蜂拥一般重返美国市场，北方人粗制滥造的产品再也没法坑蒙拐骗自己人，即便是高喊着热爱祖国支持国货，产品还是卖不动。那么政府惯坏了一部分人，这样的历史总是翻来覆去的重演，放在古今中外都不为过。北方人呢琢磨着老这么样也不是个事儿，想方设法要重新执掌美国政府。可怕的是他们还真就成功了。1860年北方人控制的国会啊通过了新的关税法，这个新的法案叫做莫里尔关税法，关税税率定到了 37.5%。 放在那样一个年代，这已经不是征税，这是明抢。南北双方局势日渐紧张。1860年11月，主张废除奴隶制和采取高额关税的林肯成功当选美国总统。1个月以后，上次带头闹事的南卡再次率先发难，正式宣布退出联邦，南方其他6州紧随其后。林肯就职的前2天，莫里尔关税法通过并执行，惨烈的南北战争随即爆发。林肯呢成了南方人恨之入骨的人物，并且在战后遭遇暗杀。实际上林肯呢虽然支持高关税，但是莫里尔关税法并不是林肯原创，他只是在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候碰巧站在了火山口上。南北战争一爆发呀，无论南方北方立刻面临了财政危机。其实早在战前呢，美国就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外国资本大量撤离，本土经济一片萧条。联邦政府病急乱投医，只能通过高关税来弥补亏空，这也是莫里尔关税法能够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结束以后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被延续下来，一直高空飞行到1910年，这个关税税率才重新下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实现了工业化，经济突飞猛进，因此一直到今天都有一种声音说，正是高关税保护了美国的民族工业，让他们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通过技术改造，最终战胜了美国老牌强国的工业。经济风生水起，电气化的推动下呢，美国各地的工厂生产力暴增，这个机动车取代了马和骡子，原本用来养马和骡子的土地呢被解放出来，导致农产品很快出现盈余，民众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始终追不上生产力的脚步。于是呢，参议员斯姆特跳出来提案，说不如我们把进口关税提高点，消化一下过剩产能吧。一些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马上表示反对，说咱们现在已经保持贸易顺差，
卖出去的要比买进来的多，不能这样胡求整。到1929年底，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的第一个阶段，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呢是保住饭碗，护住农场，让农民们免受贸易冲击。那么斯姆特呢又开始倡导提高关税，最终演变成了声名狼藉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斯姆特本人啊是犹他州共和党人，同时呢也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霍利呢是俄勒冈州共和党人，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尽管啊有超过1000名的经济学家、商界大佬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当时的胡佛总统否决这项关税法案，但是受到共和党内部和内阁成员的影响，胡佛最终还是将其签署生效，对将近2000类进口商品征收超过50%以上的高额关税。法案生效以后，立即引来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应，其中10个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措施。法国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高额税费，英国表示抗议并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最忠实的好邻居加拿大对16种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意大利和瑞士甚至出现了抵制美国商品的呼声。在报复措施和经济大萧条双重压力之下，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出口贸易在随后几年减少了60%，失业率从8%跃升到25%，直到1934年，新上台的罗斯福总统废除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且以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取而代之，规定这个总统啊可以不通过国会直接对接各国贸易伙伴，在谈判减税方面享有特权，好歹让当时的美国经济喘了口气儿。这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啊，就像针对商业行为开了一个大型的封闭实验，把国门关严，拉动内需，一门心思期待本土产业腾飞，保护来保护去，结果整个经济体系成了一锅粥，贸易断裂，农工凄惨。美国历史上啊，这个关税长时间高于英法等等欧洲发达国家，就像前面说过的，关税不但是美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有时候呢还会用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关税呢更是成了美国刺激国内经济的一剂猛药。只可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节点，人们用力过猛，最终适得其反。二战之后啊，美国一直推行低关税的制度，平均的关税低于10%，经济也是不断增长。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比如1960年代的鸡肉大战。二战以后啊，美国的家禽事业突然就火了，养鸡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型工厂流水线作业，鸡肉的产量蹭蹭上涨，鸡肉价格随之下降。可别小看了这么个变化，60年代之前，全球范围内包括欧洲，吃到鸡肉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可是在美国呢，鸡肉已经是家常便饭。美国人民心一横，廉价的鸡肉开始大举出口欧洲。1961年的西德，人均鸡肉消费猛增了23%，市面上一半的鸡肉都是源自美利坚，这是要把欧洲的土鸡都赶尽杀绝的节奏。眼看鸡肉洪流汹涌澎湃，欧洲人呢很快想出了对策，包括法国、西德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鸡肉征收高额关税。到1962年8月，美国对欧出口的鸡肉销量直降25%，美国家禽业损失惨重，双方互相指责，外交斡旋。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宣布对进口马铃薯淀粉、糊精、白兰地、轻型卡车这4种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此回应欧洲对美国鸡肉收取高额进口税，也就是所谓的鸡肉税。小小鸡肉也能折射出全球化贸易的欢喜与烦恼。无独有偶，1970年代啊，尼克松时期临时加征进口商品附加税。从1993年开始，因为香蕉引发的贸易制裁，全都是和高关税政策有关的典型案例。这个期间啊，发生在1980年代的美日半导体和制造业冲突，十分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聊一聊。二战战败以后，日本得到了美国的防卫保障，同时呢，美国鼓励日本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以此制衡亚洲的共产主义。但是这一招呢，有点用力过猛，日本变身成了高端制造业出口强国，汽车、电子产品样样都是世界级大牌。到1980年代中期啊，
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1/3。本国企业被日本人打得非常狼狈，经济呢开始步入衰退，失业率直奔10%。逐渐的，这个美国开始对日本经济主导地位开始担忧。我们卖电影、卖汉堡，人家是卖汽车、卖电视，这哪顶得住呢？美国政府开始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第一步呢，美日英德法通过谈判签署广场协议，用货币干预的策略让美元贬值。第二步呢，对日本发动防御性关税战，一些日本商品被征收100%的关税。那么日本当年是怎么应对的呢？日本人说我们不应对，心甘情愿和美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议，做出很大让步。只可惜贸易战啊，只能救急，治标不治本。美国对日逆差仍然是高得吓人。最终呢，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长达10余年。透过美日贸易冲突，再看今天的美中贸易战，历史会不会重演呢？美国总统唐纳·约翰·川普出身纽约的德裔川普家族，早年的媒体名人、企业家，现如今的国际风云人物。2017年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川普就开始对中国商品通过关税施压。到2025年的第二个任期，这个关税直接飙升到大萧条以后的最高税率。美中贸易战仍在持续，目前为止呢，没有一方认怂退缩。川普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45%的进口税，而中国呢，则对美国商品加税125%。川普是一位极具个性的领袖，有学者评价他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国际关系理论，川普都是思想上生活在19世纪的人，重商主义、高关税、贸易保护，似乎始终在他这个脑子里边挥之不去。从成名的1980年代开始，加关税就一直是川普的口头禅。他说过给日本加关税，给墨西哥加关税，给加拿大加关税，给韩国加关税，给中国加关税，给欧洲加关税。总之，关税可以解决一切。时至今日啊，川普推行的普遍性加税以及指向性极强的对等壁垒，与其说是关税，不如说是贸易逆差罚金。那么通过行政手段有没有可能改写全球市场维持了30年以上的架构呢？比较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全球经济体系和1970年代或者更早时期相比，早已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供应链啊，是高度跨国整合，一个产品很可能设计在硅谷，零件来自德国，组装是在墨西哥，一条完整的产品线常常是跨过好几个时区。高关税是不仅提高了进口成本，也同样会伤害到美国本土制造商以及最终的市场竞争力。所以川普这套关税大棒虽然不会马上把美国拉回到大萧条那种全民饥荒的场景，但是很可能把经济带到一个高成本、高通胀、低信心的怪圈，也就是所谓的停滞型通货膨胀。中国方面在最近否认了正在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就关税问题进行积极谈判，并且表示任何有关取得进展的说法都像捕风捉影一样毫无根据。与此同时呢，尽管北京方面予以否认，但是川普仍然表示有关贸易战的谈判仍在继续。从今年4月2号川普首次宣布加征关税以来，跨太平洋的航运被取消航程的增加了6倍，中国到美国主要港口的货柜吞吐量已经急剧下降，有物流人员表示说这个预订量减少了60%。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情况也在恶化，这种情况啊，在关税公告发布之前就已经发生。3月份离开洛杉矶空货柜数量增加了23%，整体订单量接近2020年4月，也就是疫情导致全国封锁时期的水平。美国的一家媒体啊说，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与美国脱钩的准备远比美国准备的充分得多。美中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呢，仍然充满变数。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感谢您收看本期烽火观察。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接收我的最新节目。这一集呢就聊这么多，咱们下个周五不见不散。